你是不是也发现身边总有这样一种人，或者是正在看影片的你自己就是如此。明明一辈子兢兢业业，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做事也算踏实认真，但在最青壮年的岁月里，却总是跌跌撞撞，好像老天爷专门跟你过不去，不管你怎么努力，事事都不顺心。反观另外一些人，年轻的时候轻轻松松，什么东西都来得很容易，但到了晚年，那些轻易得来的东西却也轻轻松松地散去了，最后反而一无所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以为命运是一条直线，觉得努力了就该有回报，付出了就该被善待，做个好人就应该一生顺遂。可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亲人正处于一种早年不顺，晚年渐入佳境的状态，请你务必静下心来，把今天的内容听完，因为这关乎你后半辈子能不能稳稳地承接住那份迟来的却足以改写命运的滔天福报。这中间的差别，其实佛学早就给出了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从来都不在表面，它藏在一种你几乎无法用语言去具体形容，却能真真切切用心感受到的东西里。这个东西叫做香。华严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深奥，对吧？但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来说，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心就像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一把雕刻刀，或者说是一位神奇的画家。你这一生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受过什么样的委屈，又在心里化解了什么样的执念，都会一笔一画地刻在你的相貌里，刻在你的气场里，刻进你与这个世界之间那道无形的磁力场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那种需要你去庙里求签，找大师批命的玄学。佛法讲求的是因果，这是一种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生命规律。有一类人，他们在经历了前半生的坎坷之后，身上会自然显现出3种旁人很难解释的特征。这3种特征在佛学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消业之相。什么叫消业呢？我们常常听到业障这个词，很多人以为业障是老天爷的惩罚，其实不是的。业是你过去积累下来的因果，是你灵魂的一种负重，也是那些需要你去面对和跨越的考验。消业就是这些负重和业力，经过了漫长的磨砺与化解，开始松动了，消散了，最终从你的生命轨迹里彻底退场。但是各位朋友，这个消业的过程从来都不是无痛的，它往往是以苦难为载体，以别人的误解为考验，以失去为代价。它会用一次次你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的无力感来磨平你的棱角，净化你的心性，就像一块蒙上了厚厚泥沙的璞玉，必须要经过粗砂纸无情的打磨，会痛，会掉下一层皮，才能显露出里面温润的光泽。但请你相信，当这份煎熬的过程接近尾声，那些你曾经受过的苦难都不会白费，它们会化作生命的馈赠，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专属的印记。这些印记就是我接下来要和你一起探索的3种消业之相，也是你已经准备好承接巨大福报的最佳证明。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消业之相。那是一个靠海的小渔村，有一年秋天，空明禅师云游到了这里，刚好是黄昏时分。禅师走过很多沿海的渔村，他知道渔民们操劳一生，脸上刻着的都是海风和烈日，生活气息往往比较浑浊，很少有人能真正平静下来。可是这个村子有点不一样，
禅师站在村口，眯起眼睛往里望。夕阳低垂，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升起来，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笑声很清脆。一切看上去都很寻常，但禅师却感觉到了某种他无法名状的非常祥和的磁场。好奇心驱使着他，沿着村里唯一的主道慢慢往里走，一直走到了村子最深处。那里有一栋旧房子，墙皮已经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晒着旧渔网，几只猫就蜷缩在网堆上睡觉。院子的门是半开着的，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正低着头专心地编补一张破了洞的网。老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也布满了岁月留下的深深纹路。但是当老人抬起头的那一瞬间，禅师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非常清澈透亮的眼睛，没有半点浑浊。老人看了禅师一眼，随即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绳线，朝他点了点头说：“师父，进来喝口水吧，走了这么远的路，歇歇脚。”禅师没有问他怎么知道自己走了远路，只是走进去坐下，接过那杯白开水，静静地喝了一口。这个老人叫觉心，他不是出家人，这只是他年轻时读了几本佛经，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了一辈子，真名反而没什么人记得了。觉心这一生，说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高光时刻，反而充满了坎坷。他17岁开始跟着父亲出海打鱼，19岁那年，父亲在一场大风浪里就再也没回来。从那之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苦苦撑着。他娶了村里一个家境同样不好的女人，2个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养大了3个孩子，但命运对他好像一点都不宽厚。大儿子在外头做生意，被合伙人骗了个精光，带着一身债逃回村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小女儿呢，遇人不淑，嫁了个不靠谱的男人，没几年就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中间那个儿子虽然稳当，但也只是勉强过日子，谈不上什么出息。村里人私底下都说，觉心这个人啊，命真的不好，年轻时吃苦，老了还要操心儿女，标准的操劳命。可是觉心自己从来不这么说。他跟禅师聊起这些过往的时候，语气就像是在描述别人的故事，平静的毫无波澜。他说，我年轻那时候心里也有过怨气，觉得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想明白，那些苦大概都是欠的吧。还完了，人就轻了。禅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这时候觉心的老婆端了2碗地瓜稀饭走出来，招呼禅师吃。他笑着说，我们这个老头啊，真的是奇怪，什么事都看得开，从来不记仇。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少了根筋。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里却是藏不住的心疼。禅师在那里留宿了几天，有一天，几个村里的年轻人凑过来跟禅师聊天。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老觉心这个人真的很神奇，他今年71岁了，但我从小到大就没觉得他老过。别的老人家是越老越驼背，越没精神，但他就是那副安安稳稳的样子，好像时间在他身上走得特别慢。小伙子接着说，可是啊，有一点很奇怪，之前他儿子买了台相机给他拍照，拍出来却说很难看，说照片上的他皱纹特别深，气色也差，但你实际看他这个人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本人比照片好看太多，舒服太多了，但相机就是拍不出那种感觉来。禅师听完点了点头，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天晚上，禅师与觉心坐在院子里，听着海浪的声音。禅师终于开口了，他说，老人家，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3种相，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第一种相
就是你儿子说的那件事，拍照不上相。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拍照不上相，不就是相机的问题，或者光线没打好吗？但在佛学与能量学的维度里，不是这样的。禅师解释说，相机的镜头捕捉的永远只是一个人的形，也就是物理层面的皮囊和光影。但人的气是一种更深层、更复杂的能量流动。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习惯把能量往外推，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认可。他们努力在网络上展现出某种光鲜亮丽的形象，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这种向外发散的能量，就像一盏直接打在脸上的聚光灯，相机最容易捕捉到。但是消了业的人，就像决心这样，他的气是往里收的。他活了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往脸上堆，也没有把怨气挂在嘴边。他不反刍痛苦，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他的能量内敛而深沉，像是一道无声无息的地下暗流。相机的镜头照得到他的皮囊，却照不出那道暗流的温度与厚度。在佛学里，这就叫做不着相。金刚经里反复强调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在乎，而是你的心不再被外在的标签、别人的评价或者是物质的表象给卡住了。一个真正不着相，业力开始消散的人，他的气场不会被外界的风吹草动左右，而是稳稳地扎根在自己的内核里。这种人，你乍看之下可能觉得他不起眼，照片里也不亮眼，但只要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你会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安稳，好像只要在他旁边，你那颗焦虑烦躁的心也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这就是消业的第一种相，气藏而不露，相机拍不出的平静磁场。禅师在渔村住下的第二天早上，看见了这样一幕。村里有一个年轻媳妇，抱着一个大约1岁多的孩子路过决心家门口。那孩子平时非常认生，只要见了陌生人，哪怕是村里不熟的长辈，都会立刻嚎啕大哭。但是当那孩子一看到坐在院子里的决心，他非但没有哭，反而立刻伸出2只胖乎乎的小手，咿咿呀呀的要让老人抱。决心笑着走过去，把孩子接过来。那孩子一贴着他的肩膀，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小脸蹭着老人的衣服，好像找到了什么让他觉得无比安全的东西。年轻媳妇自己都愣住了，忍不住说，真是奇了，她平时见谁都哭，就是不怕老决心。禅师站在旁边，把这一幕默默记在了心里。到了下午，决心去集市买了点东西，回来的路上有一只流浪狗一路跟着他。那狗的毛色非常杂乱，瘦骨嶙峋，看样子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平时对着路人都是夹着尾巴低着头绕道走的，可它偏偏就是跟在决心后面走走停停，寸步不离。决心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走到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他买了2个肉包，掰开蹲下来，慢慢地喂给那只狗吃。狗吃完了，抬头看着他，尾巴轻轻摇了几下。禅师走过来，站在旁边问他，这狗你认识？决心摇摇头说，不认识，就是看着他跟过来，想着他大概是饿了吧。禅师看着那只狗，轻声说了一句，动物的眼睛比人诚实，它们靠近谁是有原因的。各位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你可以花钱去上礼仪课，可以训练自己在镜头面前展现完美的微笑，可以学会对同事、对客户使用最无懈可击的客套话，你可以把善良和好人缘表演得天衣无缝，但是你骗不了一个3岁的孩子，你也骗不了一只街头的流浪猫。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人每天活在职场的算计、人际关系的防备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得失与焦虑，我们身上带着一种隐形的武装和紧张感。这让我想到佛教里一个非常经典的公案。古时候有许多在深山里入定修行的高僧，当他们坐在树下打坐时，山里的野鹿会走到他们身边吃草，甚至连最胆小的鸟雀都会飞到他们的肩膀上，甚至在他们的手心里筑巢。为什么这些野生动物不怕人？因为这些修行人心里已经完全放下了杀心与防备心，他们的气场是绝对干净的、柔软的、无害的。孩子和动物没有经过社会化的训练，他们的感知系统还没有被语言和逻辑给过滤掉，他们靠的不是大脑，而是最原始的感知。遇到气场干净、内心没有杂念的人，他们会感到安全，会本能地想要靠近，就像冬天里冻僵的手会自然而然地往有火光的地方靠近一样。但如果遇到内心有算计、压抑着愤怒或焦虑的人，他们就会不安，会想要逃避。那天晚上，禅师对觉心说，这就是你身上的第二种相。小孩跟动物一靠近你就感受得到那种干净的气场。禅师接着说，你活了一辈子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恶念，就算年轻时有过怨气，也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你自己的善良给化解掉了。这是慈悲心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觉心听了，眼眶微微红了，他低着头没有说话。大悲经里说，慈悲之心如日照万物，无有分别。消了业的人，他的慈悲不是贴在脸上的好人标签，而是渗透在每一个细胞里的底色。他们对别人的苦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们自己就结结实实的痛过、苦过。这种理解让他们对一切脆弱的生命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一种包容与悲悯。这就是消业之人的第二个特征，一种装不出来的最纯净的护城河。那天晚上，院子里非常安静，禅师停顿了一下，看着觉心，缓缓说出了第三种相。禅师说，这第三种相就是你这张脸。觉心今年已经71岁了，可是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一样硬朗，村里人都羡慕他，说他保养得真好，天生是不显老的体质。但禅师心里很清楚，觉心每天吃的跟一般渔民一样粗糙，干的体力活也一点都没少过，哪来的什么保养呢？禅师说，你为什么看起来不老？因为你这颗心很少郁结。中医常说，郁结伤肝，怨气伤脾，焦虑伤肾，执念伤心。你这一生不是没有吃过苦，但你从来不把苦存在心里。苦难来了，你默默承受，苦难过去了，你就真的放下了，不去反复揣摩，不去钻牛角尖，不去咀嚼那些委屈。觉心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憨厚地笑了笑，说，师父，我也没有刻意去修什么，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要是天天记在心里，太累了。禅师笑着点点头，说，有些事记着，累，这句话就是最上乘的答案。各位朋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医美非常发达，抗衰老是一门巨大的产业。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花大把的钞票去买那些号称能让时间倒流的保养品，想要抚平脸上的皱纹。但是有一种衰老是任何顶级保养品都阻止不了的，那就是心灵的衰老。一个人如果习惯了计较，他的心就会慢慢变得紧绷；如果习惯了焦虑，他的气血就会长期处在一种紊乱的状态。如果心里长期积压着对别人的怨恨，这种情绪最终都会转化为身体里实实在在的毒素，让你的五脏六腑提前老化。这不是什么玄学，这是身心医学早就证明过的事实。
我们常听人家说相由心生，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安慰人的心灵鸡汤，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准确无比的医学与因果描述。你的心是什么形状，你的相就会慢慢长成那个形状。少计较的人，眉心自然是舒展的；少怨恨的人，眼神自然是清澈的；情绪稳定不郁结的人，即便岁月流逝，他脸上的神采也会像一盏不熄的灯，把自己的光留着，不会轻易散掉。这就是宵夜之后的第三种相，不抗拒，不执着，不把自己消耗在无谓的情绪里，把过去的苦难当作电脑档案一样直接格式化。但是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一直藏着一个说不清楚的疑问，这也是几乎所有读过一点佛学的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我这么善良，从来不害人，为什么偏偏我年轻的时候过得比谁都惨？为什么越好的人早年越不顺？我们通常都相信好人有好报，但现实里那些最单纯、最善良的人，往往在青壮年时期吃了最多的亏，走了最多的弯路。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佛学对此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解释，请你仔细听好，这不是用来安慰你的话，而是真正能说得通的底层逻辑。善根越深的人，业障往往越重。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一个人如果选择在此生做一个善良的人，存善念，行善事，这意味着他的灵魂在很深的层次上已经做出了觉醒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代表着他必须在这一辈子了，把过去累世积累下来的业更快、更集中地清算掉。唯有把这些债都还清了，未来那份巨大的福报才有干净的地方可以落下来。这就好比一块土地，如果你想在上面种植最珍贵、最高价值的农作物，你就必须先花极大的力气去深翻这块土地。你要把里面的石头挑出来，把杂草连根拔起，还要重新施底肥。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旁观者看了可能会笑你，哎呀，这块地怎么折腾了半天还是光秃秃的？但是只有农夫自己心里清楚，这一切的翻搅与破碎都是在为未来的滔天丰收做最扎实的准备。那天夜里，海风变得很轻，院子里的老榕树也不再摇晃了。禅师在离开渔村之前，对老觉心说了最后的一句话：老人家，你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不是因为你的运气突然来了，而是因为你已经把该还的债都还完了。接下来是天地来还给你的时候了。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那我现在能做些什么，才能像决心一样把业消掉，接住未来的福报呢？答案其实决心早就给出了。他这辈子真的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用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做到了3件非常朴素的事：不把苦留在心里，不对任何生命起恶念，不让情绪在自己的身体里结成死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宵夜不是要你每天躲在深山里念经，它就在你的起心动念之间。为了帮助大家在生活中真正落实，我帮大家把这3件事整理成了3个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步骤非常简单，请你一定要试试看。第一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归零观心法。我们每天在外面工作，跟人交流，心里难免会沾染很多灰尘，像是别人的冷言冷语，工作上的委屈。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回顾一下今天让你生气或难过的事，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已经结束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选择放下。想象那些不愉快的情绪就像身上的灰尘一样，
被你轻轻拍掉，不把今天的苦带到明天的早晨，这就是最简单的不留苦。第二个微行动，改变起心动念的柔和与练习。我们常常在无意中用带着刺的话去伤害最亲近的人，这其实就是在造口业，消耗自己的福报。下一次当你忍不住想要发脾气，或是想要开口抱怨指责别人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先停顿3秒钟，深呼吸，然后把原本要脱口而出的锋利词汇换成温和的表达。例如，把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做错换成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起恶念，就从不说恶语开始。你会发现，当你的语气变得柔和，你周围的磁场也会跟着柔软下来。第三个微行动，松开身体结的情绪，断舍离。当我们焦虑、紧张或是生气的时候，身体是会有反应的。你可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肩膀僵硬，眉头深锁，情绪就这样在你的身体里打成了死结。在日常生活中，请你有意识地扫描自己的身体，一旦发现自己肩膀又耸起来了，眉头又皱了，就立刻做一个长长的深呼吸，随着吐气，刻意把肩膀放下来，把眉头松开，身体松了，心里的结也就跟着松了。这就是最好的抗老保养，也是让气血重新顺畅流动的秘诀。你看，这3个微行动不需要花半毛钱，也不需要你具备多高深的佛学知识，只要你愿意开始练习，就是在为自己积累无形的福德。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是被生活精选出来的，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而是因为他们在最难熬的时候没有选择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坏的人。他们在被辜负之后，没有用辜负去回击这个世界。他们在跌倒之后，没有用跌倒作为理由去放弃内心那些最基本的善良。这种坚守往往是无声的，是不被看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一个人咬着牙完成的。但是请你相信，天地从来都不是瞎的。那些你独自完成的坚守，你吞下的委屈，你化解的怨气，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某种更大的账本里，一分都不会少。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正是那段最难熬的时期，觉得怎么做都不对，怎么走都是逆境，请你务必记住今天这个故事里禅师对老觉心说的最后那句话：你已经把该还的都还完了，接下来是天地来还给你的时候了。早年不顺，从来不是被命运抛弃，而是被命运精选。那道无情打磨你的粗砂纸，终究会让你褪去泥沙，变成一块温润、透亮、无可取代的玉。佛法说，言语是有磁场的，善念是会共振的。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的心里感受到了一点点温暖与触动，我真心邀请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或者为自己、为家人写下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下夜宵福来、平安喜乐，或是任何一句你想给这个世界的祝福。让我们用这成千上万条的善意，在这里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把这份赤诚与慈悲传递给每一个点进这支影片正在苦撑着的人，让他知道苦是有尽头的，而尽头的后面是一片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美丽风景。感谢你静下心来陪伴我到最后，请为这支影片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需要这份力量的朋友，也欢迎随喜订阅与支持我们的频道，让这份来自佛学的温柔提醒能陪伴你走得更远更稳。感恩每一位走到这里的你，我们下支影片见。